田阳县田州古城啊，在广西田阳县是壮族民族的发祥地啊，也是明代一个非常有名的抗倭寇女杰瓦氏夫人的故乡。邓小平那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创建的右江革命的根据地之一哦。我们在去巴马百魔洞的路上呢，途经了田阳，就可以观赏到这个田州的古城啊。那哇，这应该是作为壮家文化的发祥地，田州古城是集商业、居住、化旅游于一体的，是以古建筑为平台、壮族文化为连滚的大型文化旅游综合项目。但这个内底呢，高峡分布为四合院、祭祀台、主公塔、土司府、壮族文史博物馆等多种各功能的建筑，同时也是古城建筑形式上的一个很特别的区块啊。那进来这里面，在2015年4月，田州古城正式的开城了，紫金广场等等月亮河酒吧街，哇，田阳县的古城呢，你到底要说它是现代化还是过去式哈？就是这么简单啊。在现在做了一个过去式的东西，就是壮美田州，承迎天下，田州古城文化它的由来啊，它的由来了。所以我讲啊，现在的人啊，做以前的物件，这就是田阳县的田州古城哦。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州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田州古城呢，去高峡呢，你以为讲这个高峡啊，是这个高级的不是哈？这个所在呢，不是高级。田阳是壮民族的发祥地，也是我刚刚说的抗倭寇的女杰瓦舍夫人的故乡，一点之类啊。那总用地呢有1500亩，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看到无哦，这是我建设啊，包括天气真水哈，真好啊，所以翕起来建设呢，讲真美丽啊。人口总共有33万人，在这里有很多的族哦，彝族啦、白族啦、回族啦、纳西等等啊，壮族呢占有这个地方的89%，所以广西这个地方特色就在这里啊。它最大的特色就来自于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非常多的少数民族在广西，所以广西才有那么多元文化色彩的地方也在这边哦。那当然，田州古城田阳县呢，更是壮民族的发祥地啊。所以在这里啊，它也靠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非常有名的巴马长寿村哦。那当然呢，这个高峡内底呢，以前就是高峡，之前呢后来去建设起来哦，起更加水。这个是现在这个高峡因为这个样貌那田州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啊，也有壮族的歌谣文化等等呢，在它的历史上呢是壮族崇拜的很多的主神，很多的文化在田州古城呢，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虽然是现代化的建筑，但说实话，中国大陆啊可能是
拥有5000年文化历史的文物考究哦。所以中国大陆在历史文物的保护呢哇天哪，算是很厉害的哦。哇，这几年来算是非常厉害，因为他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保护这些文物呢，保护它的资产，保护它的文化，其实是吸引观光客来的一种外汇收入啊。所以他现在呢，保护他的文物呢，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那来到了田州古城呢，这也就是你感受到的完全仿古建造哦。虽然它是现代的才去建造，但不瞒您说，如果呢不说的话，真以为是什么一个影城呢。现在很多的影城也是一样哦，都是后现代盖起来，但是盖的都还不错，有没有？那田州古城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而且也是来到了最大的大本营南宁市，广西省会南宁市，来到这个民族文物院。南宁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啊，以一个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相融的现代化城市啊，这可能在我们台湾是比较难了解到的哈。在中国大陆，其实呢，民族非常非常的多哈，其实在台湾民族性，说实话哈，没有来的那么多啦哈。你硬要把这个山地同胞呢，原住民部落呢，把它称之为分了好几族呢，其实呢，认真的来说，哇，你看了中国的有些雕刻我很喜欢，就是这样哦，比耀龙门呐，那一些造型啊，其实有时候呢，没输熬究哈。你要细细去品味它欣赏它，了解它的艺术啊。所以我说，在我们台湾，也许你要了解到那么多民族融合的个性呢，不太容易哦。所有的世界各个国家几乎都有民族的冲突呢，我们台湾也不例外。一般的话，以前我们都是拿那个泥土来夯住，放那一个什么糯米浆。糯米浆。现代的时候这个锁啊，古时候的能用这种锁头的话，为什么要搞这个钱币的造型呢？这个钱币的造型的话呢，
他们就是有这个寓意，招财进宝啊。啊，一般的话，这个时候的人都是放在祖先的牌位，他们祭祀的地方啦。对对对，他们会议室、开会的地方。好啊，别在了。现在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是有整他老婆来这里会来这个进去通过起来盖做一些。那广西壮族自治区呢，也就在南宁，这里呢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现代化的城市呢，在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哦，南宁在东齐中国哦发展大开发，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之区呢，具有城东起西的效果了。下礼拜，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青秀区境内的青秀山啊，这个青秀山呢，素来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啊，怎么跟山不在高，有龙则灵哈？这个道理有点一样哦。那在这里面呢，青山岭、凤凰岭等等呢，有18座大大小小的山岭，面积达到791公顷哦。那在这里面呢，现有热亚带的植物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哦，包含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很多濒临危机的植物哦，最常见的什么就见血封喉啦、苏铁类的植物哦，这些东西呢，其实在只要有见血封喉这一类的植物哦，通常都会被另外标志出来，因为这是非常少见的哦。哇，你看这些鲤鱼有多成这个样子哦！在中国很多的地方，这个扩大来带呢，都会起家在鲤鱼啊在中国来讲啊，鲤鱼带有财富的象征啊然后也有吉祥的象征，所以这也是非常多的人哦，在中国非常多的景区都喜欢，不管从杭州等等哦，都喜欢去养的地方。你不要小看这个养鲤鱼也是个学问哦。你这个气候还不能低到这个湖面会结冰的鲤鱼也冲开来哦，所以咱今麦来到的是南宁市新会啊，也市区内底其中一个青秀山。那当然呢，我刚刚说南宁基本上可以说是广西啦，整个区块呢都是以自然风景见长为主要的旅游项目之一啊。那当然不遑多让的，当你来到了市中心青秀山，它也可以证明了南宁就是有这一些这么美丽的自然风光，身处在广西的南宁市里面。
南湖民宿公园现代的城市跟自然的风情融合在一起的哦，融合在一起的哦。南湖民宿公园完毕之后呢，我们准备夜游南宁市的明歌火湖哦。那在这个湖当中，你其实可以惊现到南宁市现代化的发展哦。这在以前呢，你不会想象到它发展成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中国这种发展非常现代化、打量通量的城市呢，已经是比比皆是了哦。中国大陆今日非比往昔了。这里是南宁呢，南宁呢，你能想象以前的南宁市跟现在的南宁市？你想想看，台湾的哪个城市有时候都比不上他们的？毕竟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之快速呢，超乎我们的想象。再来人口的众多，内需市场的庞大，这些也许都是我们台湾人当时无法想象，今时今日的中国大陆会变成如此这等的经济的飞快发展。结束船游之后呢，进入到了广西博物馆那当然呢，以这个壮族自治区为首府的广西南宁呢，可想而知喽。这个现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当时在整个广西所留下来的文物，所留下来的特色啊。